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。先说最直观的画面：7月6日，广西衡州六兰村一带的洪水，已经不是水涨起来了那么简单，那是直接往村子里灌。屋顶上有人在呼救，镜头晃得厉害，声音也听不清。但你不用听懂每一个字，也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喊话，那种语气，就是人在绝境里的本能反应。我看到那段画面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别的，是这水到底有多深。因为你能看到房子前面像是主水道，水流冲得很急，房子后面看着稍微缓一点，可是水面已经压得很高，旁边一根电线杆，电线离水面看上去只剩下一点点距离。按这种比例去估，水深绝对不浅。农村自建房一般也就2、3层，水已经逼到第2层、第3层附近了，房子又被急流不断拍打，那种感觉就是随时都可能撑不住。后来有消息说，屋顶上的人最后获救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当然是万幸。可问题在于，不是每一个被洪水困住的人都有这样的运气。我们从公开视频里看到的，不只是几个人在屋顶上求救，还有人在水里抓着东西硬撑，还有猪圈被冲开，牲畜在洪水里乱窜，还有汽车被冲得东倒西歪。你甚至能感觉到，整个村子已经不是受灾，而是被水重新洗了一遍。这场灾难的源头是六兰水库。按公开信息看，7月6日上午，六兰水库先出现漫顶，随后形成缺口，也就是说，水先越过坝顶，再把坝体一点点冲开。这个过程对土石坝来说非常致命，因为它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大坝，它是均质土坝，靠土体本身的稳定性顶着。一旦洪水从坝顶翻过去，后果往往不是慢慢漏，而是迅速被掏空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次不是毫无预兆。7月5日，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已经开始影响广西，广西多地雨量都很大，一些地方1天之内的降水量已经到了极端暴雨的级别。兰水库所在的流域来水非常快，官方后来通报里也提到，水位一度超过设计洪水位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水库系统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进入高压状态了。按照当地通报和多方报道的时间线，7月5日晚上，水库已经开始泄洪。到了7月6日凌晨，相关部门又判断，单靠此前的泄洪措施不够了，准备进一步全开闸门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为什么水位已经高到那个程度了，处置动作却还是慢半拍？为什么有些村民说，他们接到转移通知的时候，时间已经非常靠后？为什么还有人是先看到洪水冲来，后面才收到消息？这些问题不是我一个人会问，很多看过现场视频的人都会问。因为水库溃坝这种事，当然有天灾因素，台风、暴雨、来水暴涨，这些都不是人为能控制的。但预警和转移是人能控制的。如果水库已经到了危险位置，通知是不是要更早？如果下游村子风险很高，人员是不是要提前撤？如果已经到了必须全开泄洪的阶段，相关信息是不是应该尽快、尽可能全面地传到每一个村屯？这就是很多人愤怒的地方。不是说自然灾害可以完全避免，而是说面对自然灾害，人能不能做得更早一点、更快一点、更稳一点？因为真正成熟的防灾体系，看重的不是你最后救了多少人，而是你前面有没有把风险尽量压住。最理想的状态，当然是水位还没冲到最危险的时候，村里就已经分批转移，低洼地带先清，老人、小孩、病人先走。夜里不方便行动的，提前安排车辆；通讯不畅的，派人上门。最怕的就是那种先等等再看看的心态。洪水一旦来了，他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。而且这次现场给人的感觉就是时间窗口非常短，水位变化不是按小时慢慢走，而是几乎按分钟爬升。前一刻你还在讨论要不要再等等，下一刻洪水就可能已经扑到门口。这种时候，信息的滞后不是小问题，它直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。从技术上说，土石坝最怕的就是漫顶，因为一旦水越过坝顶，坝体顶部的保护层很容易先被冲坏，然后水流沿着下游坡面往下掏，坡面一旦失稳，缺口就会迅速扩大。你看到的只是坝体破了一个口，实际上它背后是整段土体在被水持续掏空，
所以很多土石坝的安全控制核心不是让它顶住一次冲击，而是绝不能让它慢顶。这也是为什么泄洪、预报、监测、转移必须连成一套动作。任何一个环节慢了，后面都会连锁出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次六兰水库的险情，表面看像是一次极端天气下的工程事故，可真要往深里看，它其实是在考验一个地方的治理链条。你有没有盯住上游雨量？你有没有盯住库水位？你有没有及时判断泄洪能力是否足够？你有没有把下游村镇的撤离优先级排清楚？你有没有把最坏情形真正当成最坏情形，而不是只在报告里写一句“你关注”？这些问题任何一个没做好，最后都可能变成灾难。我看完这次事件之后，脑子里又跳出来另一个问题：六，拦水库为什么会让人一下子想到老问题？因为这座水库本身也不是新工程，它建于1958年，1960年完工。这个时间点本身就很敏感，因为那正好是大跃进年代。说到这里，很多年轻朋友可能没有那种直观感受。大跃进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一种典型的想靠意志力改变一切的年代。口号特别响，动作特别快，情绪特别满。可是真正的工程逻辑、科学逻辑、自然规律，经常被放到后面。那个年代最典型的场景，大家都知道，为了炼钢，家家户户砸锅卖铁；为了追产量，农业里层层加码，亩产数字越喊越高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很多事情不是先研究再干，而是先干再说。整个社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，就是只要决心够大，什么都能干成。水利建设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推上去的。1957年，中央号召利用农闲时间大规模修水库。到了1958年，全国各地都开始上马。北京的13陵水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那项目从批准到开工速度非常快，工地上搞万人会战，军队、干部、群众一起上，动员能力很强，政治气氛也非常浓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模式放到水利工程上，天然就有风险。因为水利工程不是口号工程，它要看地形，要看地质，要看水文，要看泄洪条件，要看施工质量。你不能只看今天来了多少人，你还得看这个坝10年以后、50年以后遇到极端洪水以后会不会出事。再说的具体一点，专业的水利工程必须先做风险假设，它不是先问今年够不够用，而是先问10年一遇、50年一遇、100年一遇，甚至更极端的时候怎么办？因为平常年份本来就不难过，真正决定工程可信度的是最难过的那一关。可在那种大动员年代，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个思路。大家看的是速度，看的是数字，看的是人头。今天动员了多少人？明天完成了多少土方？后天又立了什么先进典型？至于设计冗余够不够，排水系统全不全，坝体压实达不达标，这些就容易被挤到后面。这就导致一个很危险的结果：工程做得很快，看起来也很热闹，但真正到了极端天气，才发现底子并不牢，尤其是土石坝。优点是就地取材，施工快，成本低；缺点也很明显，压实质量稍微差一点，后面就可能埋雷。排水系统设计的不细，雨一大就有隐患。护坡、溢洪道、泄洪闸门这些环节，只要有一项薄弱，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。它不是那种靠加把劲儿就能补救的东西。所以水利工程最忌讳的就是把工程问题当成政治任务来做。可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地方恰恰缺的就是这些基本功。有的工程图纸不完整，有的地方水文条件没有摸清，有的坝体就是土石结构，靠人力把土堆起来，还有的工程当时建得很急，能不能真正抗洪，心里其实没底。于是全国范围内留下了大量并线水库。这不是少数个案，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后遗症。后来最惨烈的例子，当然就是1975年的板桥水库事件。那次大洪水，很多人到今天还会提起，因为它几乎把并线水库这几个字写进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。板桥水库也是那个年代修起来的，碰上极端天气之后，坝体失守，引发了连锁灾难。关于那场灾难的死亡人数，
外界一直有不同说法，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，都足够说明一个问题：当工程逻辑长期让位于政治冲动，最后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纸面上的数据，而是活生生的人命。其实后来的中国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并线水库整治就变成了长期任务。2000年以后，国家开始陆续推动出险加固，一些地方拆了不能用的水库，一些地方重建泄洪系统，一些地方重新做勘测，重新校核安全标准，财政上也不断加码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件事不是头一次钱就一劳永逸。水库不是路面，不是修完立刻交工就等于永远没事。它要经得起几十年运行，要经得起极端降雨，要经得起人员更替，要经得起层层验收之后的再次检验。所以当六兰水库被说成已经做过加固，甚至做过验收的时候，很多人才会更敏感。因为如果加固只是把报告做漂亮，或者把验收做顺了，那遇上真正的极端天气，问题还是会原形毕露。这也是现代治理里最麻烦的地方。文件可以通过，表格可以齐全，会议可以开完，但真正的安全不会因为纸面好看就自动出现。所以今天在看六兰水库，我不想把它简单说成又一次天灾。天灾当然有，但天灾背后往往还有人祸的底色。这次六兰水库为什么会出事？是今年的台风，也是几十年前那一轮水利建设思路留下的尾巴，更是后来一次次加固、验收、样板化背后是否真正尊重工程规律的问题。因为六兰水库后来又做过出险加固，而且按一些报道说，前几年还完成过验收。如果这些说法属实，那就更值得追问：钱花了，项目做了，报告写了，验收也过了，那为什么一场极端暴雨之后还是迅速漫顶，还是出现缺口？这里面至少有3层问题。第一层是预警和转移到底做得够不够早？如果水位已经逼近危险线，为什么有些村民感觉通知来得太晚？如果下游风险已经很高，为什么没有更坚决的提前组织撤离？第二层是当地在整个应急链条里，到底有没有把人命优先真正放在最前面？很多时候纸面上的预案都写得很完整，但真到现场，大家容易被几个现实问题拖住，比如道路会不会断，比如手机信号会不会不稳，比如村里的老人会不会不愿意走，比如夜里谁来敲门，这些看上去琐碎，可灾难面前，恰恰就是这些琐碎决定结果。第三层是工程本身到底有没有把最坏情况算进去。今天很多地方最爱说标准合格，可工程不是给平时看的，工程是给极端情况下用的。你不能拿平稳年份的表现去冒极端天气的风险。第四层也是最根本的一层，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从历史里学到东西。1958年那批工程不只是技术问题，它更是一个治理方式的问题。当上面一句话，下面就冲上去干；当速度压倒质量，当形势压倒判断，当政治热情压倒专业意见，最后留下来的往往就是今天这种隐患。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里会觉得我是不是把所有事情都往历史上拉，但这恰恰不是简单拉历史，恰恰是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和那段历史之间确实有一条清晰的线，那条线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轻视，对工程边界的轻视，对风险预判的轻视。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看，这条线其实从来没有断过。它有时出现在夸大成绩的时候，有时出现在验收顺利通过的时候，有时出现在事故已经发生，大家才开始集中表态的时候。表面上看，每一轮都在进步，可只要最底层的思维没有变，很多问题就只是从一种形式换成另一种形式。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喜欢用宏大口号替代细致管理，喜欢用事后表态替代事前预防，喜欢用已经重视替代真正解决，那它就会不断在同一个地方摔跤。我个人对这种事的看法一直比较简单，自然灾害面前，人类永远不是全能的，但人类至少可以做到2件事：第一，尽早承认风险；第二，尽量降低代价。如果连这2件事都做不好，那问题就不是天灾有多大，
而是治理有没有真正跟上。6. 拦水库这次溃坝，最刺眼的地方不只是洪水本身，而是它让人重新看见很多旧问题并没有真正过去，它们只是换了名字，换了包装，换了年代。可一旦遇到极端天气，老账还是会翻出来。所以我对这件事的结论很简单，这次洪灾当然首先是台风暴雨造成的，但6拦水库的险情也再次提醒我们，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被彻底消化。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这一次谁来救援，谁来表态，更是为什么一座本该经得起考验的水库，还是会在今天把问题重新抛回来。如果不把工程规律放在前面，不把预警机制做扎实，不把历史教训真正转化成制度约束，那类似的灾难未来还会让人心惊。我在澳洲待得久一点之后，越来越能体会一件事，一个社会真正可靠，不是因为它永远不会出事，而是因为它出事以后，能不能把责任链条、技术链条、预警链条一层一层理清楚，能不能把问题说透，能不能把漏洞补实，能不能让下一次的风险真的比这一次更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这种灾情，都会特别在意通知是否及时，工程是否可靠，验收是否认真，这些细节，因为这些词听起来很行政，但到了现场，他们就是人命，他们就是有没有来得及跑出来，他们就是屋顶上的人能不能等到救援，他们就是一个村子会不会在一夜之间被冲得面目全非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